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去分享的是 FG 技术的第二款。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分区。分区同样的是前后分区 1TP 的位置分到它的耳上点。然后我们首先呢，先去定它的一个长度。这一款长度呢，我们会定在它的1:1.2抱抱头长度。上一款呢，我们定的是1:1.4。好，下面我们看一下。首先我们找到一梳子是宽度1，那么我们减到1:1.2呢，就是一梳子再加上0.2的一个长度。好，0.2，在这个长度来一刀，定出来它的1:1.2。相同的方法从后部开始，切水平的一个外线，切平就可以了。好，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好，定好它的长度，然后我们就切它的侧区。那么后部头发全部向后梳呢，转角处会长，依然是相同的方法，剪侧区的时候把这个角给它磨掉。把后部转角处这个角去掉，剪平。整个侧部头发切平。好，大概的去观察一下，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好，我们看到的还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的话，我们切另外一侧。同样的，我们把它后部转角的角长出来的角给它去掉一些，这个很关键，去了多少直接决定了我们侧区长度以及两侧的对称度。和控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大致的参照去修剪，或者修剪完之后呢，两侧对比一下。如果说有一边长一边短的，我们记得去进行打磨精修啊，保证它两侧长度一致。好了，我们的长度呢已经定好了，下边的话呢，我们进行它的结构修剪。好了，下面我们进行结构的裁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结构裁剪的分区。我们从它的顶点到达两眉尾分出它的刘海分区，然后再次从它的 1TP 分到它的耳上点，分出前后分区。那么我们呢要从它的前区刘海区开始裁剪。那还记得上一款 FG 技术的时候呢，我们从前面去修剪的时候做的一个脸基线的层次是一个 V 型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做的是一个 U 型的，会打开脸型多一些。那第一步呢，我们是先要定出来它的重心落点。好，重心落点找到1:1.2的位置，重心落点呢依然是3:1，但这个3:1呢是根据1:1.2的长度去定3:1，上一款呢是根据1:1.4的长度定3:1，所以它的位置还是有所区别的啊。好，我们找到一半的位置，一半的位置为2:2，然后一半的一半大概在下巴尖这个长度啊，好，大概在这个长度去定出来它的一个3:1的一个重心。那么上一款我们直接连接它的鬓角的位置，这一款呢我们刘海去切方啊，切水平，低角度提升。好，切一个水平的切口。当我们去切水平切口的时候呢，两侧的头发就跟着就把它剪掉了，剪短了啊。相对于我们上一款 V 型的呢，它保留它两侧就会少一些，所以整体打开的会更多。修剪完刘海部分之后，我们从它的刘海顶点位置到达它的眉尾的这个方向的位置1/2处去分到它的耳上点，取出它的第一个发片，然后用我们转角处刘海边缘这个头发和鬓角的头发作为2点一线连接。同样的低角度提升，这个头发和它点一线进行连接。OK， 那我们前面点击线的层次呢就创建出来了，然后将后部的头发可以分多片，也可以一个发片全部梳过来去修剪。因为我们后区呢，接下来还会去把它层次去剪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分得厚一点也没有关系。注意保留鬓角头发不要动到。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一半的位置分到耳上点，找到鬓角的头发，与鬓角的头发
和刘海区域边缘头发2点一线进行连接，低角度提升。好，再次的从顶点位置分过来。所有头发，整个前区的头发都往这个方向固定在第一个发片上面去修剪，有多余的切掉。这样呢，我们前部的脸极线的层次呢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它的一个层次修剪。现在我们修剪完以后呢，会发现脸线它是有它的一个层次了、轮廓了，但是呢它是比较厚重的。那这个是我们依然相同的方法进行去它的层次。那这一次呢，由于我们打开的宽度比较多，那我们去剪层次的时候，左右轴用的结构也是不同的啊。分线是相同的，放射分线从顶点开始。好，角度，第一个发片从水平的角度开始，水平提升，垂直切口，角度最高不高于45度。感觉呢和我们上一款是一样的，但是它的结构是不同的啊。第二片我们要开始带方形结构，就是往平行面上去提升，依然是2靠1、3靠2这样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全部固定在一个发片，是平行移动的发片啊。依然保留底线，不要动到。来，我们可以看一看，我拉的这么高能不能看到 ？OK， 转角以内的头发，我们看一下，能看到不能？没有问题吧？好，我们继续。那么到达转角以外的头发，转角以内呢，我们用了一个方形结构；转角以外呢，我们全部走2靠1、3靠2、4靠3，走半圆就可以了，就向前偏移的一个圆形。好，接下来呢，我们走一个向前偏移的圆形，不再是走方形结构，也就不再走4角了，我们开始走半圆。半圆呢，就是在原位的基础上向前带，向上一片带一些。那向前带多少呢？向上一片靠多少呢？我们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可以向前偏移一个发片，比如说2靠1、2靠1、3靠2，也可以2靠到1和2之间靠半个发片，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选择呢，是靠向于上一片一个发片，然后慢慢的、逐渐的越来越少，靠到半个发片。所以现在目前我们整个前区呢都是靠向一个发片，这个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发生变化。有的时候呢，我再去修剪这样的一个结构呢，也会去靠向于半个发片。好，灵活运用。后区呢，我们等一会儿再剪。好，下面的话我们修剪它的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前区刘海区域走方形结构。好，整个刘海区域的头发往方形面上去带，走一个方形结构。在上下切口呢，我们是走一个堆积的一个切口，圆形的一个切口，最高不高于45度，从水平开始逐渐提升。好，现在已经到达转角以外头发呢，原位向前偏移一个发片。再次强调，向前偏移的多少并不是固定的，要学会灵活运用。好，记得原位向前偏移，走半圆。全圆呢，它是有标准的，必须要带到原位，但是半圆呢，它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侧区剪完了，我们现在的话去修剪它的后区。后区头发呢，
我希望它的后部也能够自然一点，所以说接下来后驱呢，我会向前偏移的少一些。刚好呢，也给大家去示范的操作方法更多一些。原位带到上一片和原位之间的位置，就是半个法片的位置。最高的角度不高于45度。如果你依然保留一个法片呢，那后部去掉的就会比较少，那后部呈现的重量呢就会比较重。看我们客人的发量和它适合性以及我们的需求去发生不同的一个选择和变化。和技术呢，它是标准的，三角呀、方呀，还有半圆呀、圆呀这些结构呢，它是标准的。但是我们呢去修剪的时候，它是需要灵活多变的。不同的客人、不同的头型，我们需要选择不同的操作方法。好，当我们去修剪完之后，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层次感就会比较柔和圆润。另外一边呢，没有修剪的还是非常整齐的一个曲线，非常硬朗。好，现在呢，我们去修剪它的左侧，从骨梁区这个位置开始，向前偏移半个法片的位置，角度逐渐提升，最高不高于45度，角度再降下来，然后把角磨掉。记得修剪头发的时候呢，尤其是剪这种角度逐渐提升，切口是圆形的，不要贪剪。每一次切口呢，我们去的时候是去掉一点点，控制在2厘米以内。这样呢，我们切出来的层次呢，它就会更加均匀一些，更加圆润柔和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剪头发的时候啊，该快的时候要快，该慢的时候要慢。我们要可快可慢，可以去有一个很好的控制。好，来最后中间的位置啊，中间的位置，中间的头发我们继续多剪过来一片，然后看看它有没有不连接不好的位置。好，还是比较好的啊。然后我们再往它更低的角度去梳理一下，然后我们再往它更低的角度去梳理一下，看看有没有多余的角，给它磨掉，以保证我们的轮廓呢不会是特别硬朗的。好，现在呢它的一个整个结构已经操作完了，下边的话呢我们去一下头顶的角啊，来去一下它头顶的角。好，我们观察到，好，这样子呢降低一点点，有角呢就给它磨圆，左右磨圆，前后也磨圆啊，左右前后都走圆，然后再把它前后前驱和后驱的头发连在一起，拉到高角度，把这个地方连在一起。那现在我们其实用到的技术呢，相当于是一个 RL 技术，就是我们的圆形去除的技术，然后去进行磨角的。因为是拉高角度去除的一个角度，但是走的是一个圆，相当于是 RL 技术。好，来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步，刘海。上一款呢长发的时候呢，1:1.4那个长度的时候呢，微型的我们是没有去它刘海，因为它原本就是微型，你直接吹一个中分，它是就可以呈现很好的效果。但这一次呢，我们切的是个方形的一个轮廓，所以说呢，它刘海是需要去修饰一下的。好，刘海呢怎么操作呢？首先把刘海区域分出来，从它的头顶最高点分到它的眉尾的位置。好，头顶最高点分到它的2眉尾的位置。好，后续头发分走。这一步一定是在我们已经去过层次之后，然后操作的。当我们去过层次之后呢，这个头发它梳到自然垂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很自然的，并不是那么厚重了。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它刘海形状的一个改变。那形状如何去改变呢？
好，我们看一下如何改变。我们要去修剪一个侧分的效果，就是大小偏的一个效果。好，从顶点的位置分到它的眉峰。你喜欢往它的右侧去偏的话，你就分到它的左侧；你要喜欢往左侧去偏，你就分到它的右侧啊。然后我们分一个大偏和小偏的位置，分到这个眉峰的位置，然后把头发提升到水平的角度，反方向，想让它往右边偏，往左边提拉，反方向把这个角去掉。那去角呢？通常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会去的比较多，去的比较多了之后，它梳回来会斜度比较大，就会不自然。那我们为了让它变得更自然柔和，我们选择去多少？我们选择去整个宽度一半的角，把这一半拿走，只去掉一半的角。那去掉一半的角了之后呢，当我们再把这个头发拉起来，您会发现它组合起来呈现了一个什么结构？是不是一个圆过来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梳回来之后，它的呈现的一个刘海呢，这种轮廓的形状呢就会比较自然啊。所以说我们拉回来并不是全部去掉，而是取出一半，把多余的角去掉。啊，这边如何连接呢？依然相同的话往前带，然后和我们刚刚已经去过一半的这个长度与我们转角处的头发两点线连接就可以了。这样呢，它的一个刘海就完成了，很简单。好。好，这样呢，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整个发型的结构呢就已经操作完成了。下面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它湿发大概的一种印象，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干发的一个精修。好，我们湿发的一个大概效果呢就是这个样子，还是非常漂亮的，也是非常实用的。好，下边的话呢，我们进行结构精修。好了，我们头发已经吹好了，下面我们进行结构精修。来，我们看一下吹干的一个效果。结构精修呢，同样的还原切口去观察一下，有问题的话就修一下啊。这个呢，结构呢很好，我们呢直接进行它的一个柔和发尾，量感的平衡。相同的，从它的后须开始，最底层的头发进行一个发尾的柔和。枕骨点以下，枕骨点以上，竖向拉发辫，越靠转角的位置去的量越多。上一款我们剪的也是 FG。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呢？首先，第一个是长度不同，长度不同呢，给人的一种视觉印象就会不一样。一个是1:1.4，一个是1:1.2。那么第二个呢，是它的一个刘海部分前面点击线打开多少的问题，一个打开多一些啊，一个呢修饰脸型多一些。那除了这两个呢，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种技术，用的一种概念啊，然后但是它呈现的美感呢却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啊。当然呢，我们在去使用技术的时候，结构也有所不同。像今天我们现在剪的这一款呢，刘海部分呢走的是一个四角方形结构，那侧区呢我们到后区呢全部走的是一个半圆，但上一款呢我们全部走的是一个三角加上半圆。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技术是死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运用变化，就可以让它产生很大的变化，产生很大的结果的不同啊。刘海我们一样的深一点啊，刘海可以去的深一点，让我们去完之后看到的这种刘海呢发丝感和通透感会更好一点啊，就这种感觉啊就很棒。如果说你觉得鬓角厚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单独这个位置多去一点量，比如说我们把鬓角头发分出来，进行这种点剪的方法啊，一定要顺着头发，不要剪的痕迹太明显。好，这样呢你再把它拿走，我们再观察它，再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呢鬓角这个位置头发呢就会变得更收一些，看起来更自然。好，另外一半相同的方法。顺着头发柔和发尾，
有的同学呢，如果头发还吹不好的话呢，多去看一看我们的第一款 OL 技术，里边有讲到吹风的3个手法，多看看里边是怎么吹风的啊。然后呢，要多练习。我们今天吹风呢，同样是用的3个手法，绕吹，先把头发大致吹干，让头发发根的更自然。然后呢，后部发线呢，我们用到的是提拉吹风，让头发更顺畅一点。然后整体呢，我们用的是内裹吹风，让它有一个自然向内弯的一个弧度，那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漂亮的效果了。我们也没有去多做什么造型。如果说要说造型的话呢，唯独的就是头顶的顶点以后头发我们是往后吹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后期的几款发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去分享到一些吹风的技巧。之前是讲的是吹风技术，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些吹风的技巧，比如说头顶蓬松怎么吹，然后呢鬓角的这个地方收紧怎么吹，包括一些短发后脖颈的收紧效果怎么吹，刘海怎么吹。我们呢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去分享更多的一些技巧，那么我们用心观看就可以了。好，我们的这一侧呢，看到这个鬓角的头发，通过柔和发尾也是非常干净的，非常漂亮的。好，我们接下来再去观察一下，在拨动头发呢，观察一下哪个地方太厚重的，我们去调整一下它的一个质感的平衡。有些地方厚重的，我们就再去点几下。好，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可以了。好，通过我们发尾的柔和，从我们亮感的平衡和修饰，现在呢，它整体发型的印象呢，还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啊。好，下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效果。OK。